老爷子瞪着儿子，兰父还想说什么，都不敢再说了。他反应过来，老父亲这是让他变相催女儿早点嫁人。过了年，若若就30岁了。还是早点嫁人好一点，了却老父亲的一桩心事。还有儿子也该结婚了。爸说的对，等若若出差回来，我就让他妈和他聊聊。老爷子这才满意。兰若若去望城出差了10天左右才回到阳城，其实只需要1个星期就可以处理完公司的事。在望城多待了3天，是战维对他说，既然都去了望城，就在望城好好的玩2、3天吧。每座城市都有属于他们的景区，旅游嘛，就是你去别人待得厌了的地方玩，别人又去你待厌了的地方住上几天。兰若若想到总部里有哥哥坐镇，他就答应了战维，不着急回阳城，在望城玩了3天。在这3天里，2个人和普通的情侣没两样，本来就认识了几年，很熟悉彼此，确定了彼此的心意，2个人的感情进展神速。以前兰若若还有心结，现在她心结解开了，不再去纠结2个人是生意上的对手，只要双方都退一步，就算是对手。2家公司也能和平共处的同行是同行，但不是所有同行都要斗得你死我活的。兰征夫妻俩早就带着兰旭飞往管城，战维还特意买了不少望城的特产，托兰征夫妻俩帮他带回去孝敬家里的长辈。兰征说他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战维说兰征准备的是兰征的心意，他买的是他的心意。他忙没时间回去陪奶奶老人家，只能买点东西托兰征帮他捎回去，尽一点孝心了。等兰若若和战维从望城启程回阳城的时候，兰征一家3口连同穆晴一家5口人却从管城回到了望城。战维和叶君博不算熟悉，与叶君博交集多的是大哥，他只在穆晴一家5口过来时，兰征打电话想请他和兰若若过去吃饭，但2人已经去了机场，只能婉拒了兰征的好意。花了几个小时坐飞机，回到了阳城，已经是傍晚时分。战维问兰若若，你现在不会就回公司吧？你10天没有上班，都不记得日期了吧？今天是周6，我们选择周6回来，不用上班，可以在家里休息1天，周1就能元气满满的上班了。战维愣了一下，我都忘了，今天是周6呀，那我先送你回家，然后请你出去吃饭，晚上咱俩再去看场电影怎么样？兰若若说道，你送我回家，我家里人怎么可能会让你走？怎么着也会留你在我家里吃饭，饭后你不得陪我家老爷子聊聊天呀？今晚咱们就不出去逛了，也不看电影，明天吧，明天咱们约会去，别的情侣会做的事咱们也能做。这3天里2个人像正常情侣那样，兰若若还挺喜欢的，只要是感觉特别甜蜜。战维很体贴人，认识他那么多年，他都不知道他那么的体贴。他说他对一个人好就会掏心掏肺，他信了。战维笑眯眯的，也行，那我就在你们家里用晚饭了。还好我给爷爷还有叔叔阿姨都买了礼物。回城的时候，战维往自己行李箱里塞满的礼品，就是为兰家的长辈准备的。我爸妈旅游回来了，你知道了。战维笑，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你说你爸妈回来了，已经回来了几天？兰若若失笑，我还真忘了。有战维陪着，兰若若觉得从机场打车回家的路上都不会寂寞。她没有通知家里的司机去机场接她，2人是打车回来的。计程车送2个人回到了兰家别墅门口停了下来，战维支付了车费，然后就赶紧下车去车尾帮兰若若拿行李箱。他一个人拉着2个行李箱，兰若若想拉自己的箱子，他不让。以后和我在一起，重活都交给我来做。拉个行李箱算什么重活呀？也重的，走，咱们进去。战维如同回自己家里一样，两边手各拉着一个行李箱，
率先往里走。管家笑着迎过来：“大小姐回来了，战总，下午好。”管家笑着问好，战维也笑着回应管家的问好。管家在兰家工作多年，深得兰家人的信任，他要给管家几分面子。不过他战七少爷向来不会摆少爷的谱，他是很平易近人的。爷爷在家吗？兰若若问着管家。老爷子知道大小姐今天回来，下午便没有出去，现在屋里和大先生下棋。太太知道大小姐回来，特意亲自下厨，说要烧几道拿手好菜招待战总。兰若若嘴角抽了抽，说道：“我妈亲自下厨是为了招待战维啊，我还以为我妈想我了呢，终于想起要给我一点母爱了呢。”管家笑道：“我看到太太烧的菜都是大小姐爱吃的呀，那还不是给大小姐准备的。”战维也笑：“那我有口福了。”兰家长辈这是完全认可了他，把他当成准女婿来看待。在兰家人的眼里，战维都陪着若若出差望城，一待便是10天。在这10天里，两个人同吃同住，虽说是住在酒店，不会住在一间房里，但他们觉得两个人这样算是同吃同住的了，跟同居没什么两样。兰若若她和战维除了拥抱过、亲过嘴，还真没有其他越轨的行为了呢。怎么到了家人这里就成了她和战维同居了？这是有多迫不及待想将她嫁出去呀？管家比两人先一步进屋，他欢喜地告诉老爷子：“老爷子，先生，大小姐和战总回来了。”“回来了呀，回来了，也该开饭了。我都饿了，特别是闻到了我妈做菜的香味。”坐在一旁看着爷爷和父亲下棋的兰东晓，手里捧着一碟水果，吃了不少水果的他，居然说饿了。老爷子看他两眼：“你坐在这里看我们下棋，就不停地吃，好意思喊饿？你也别吃那么多，小心吃胖了。你女朋友嫌弃你身材走样。”兰东晓嘿嘿地笑：“我吃的是水果，不会长胖的，我等会儿还要去健身房健身，不会让自己身材走样的。他还没有结婚呢，要维持他的好身材。”听到脚步声了，兰东晓放下了水果盘，起身往屋门口走去。大哥还没有到屋门口，兄妹俩迎面相遇，兰若若叫了一声大哥，后面拉着2个行李箱的战维也进来了。瞧见兰东晓，他大方地叫了一声大哥。兰东晓打趣他：“战维，你和我妹妹还没有结婚，你这改口也改得太快了吧？还是叫我兰总吧，毕竟我还没有准备好改口红包。”哥，兰若若低叫一声，俏脸竟然红了。兰东晓像看新闻似的看妹妹，笑着打趣：“若若，咱们当兄妹快30年了，哥还是今天才知道你原来也会脸红的呀。她这个妹妹太强了，没有女孩子的娇滴滴，也不柔弱，强势得很，哪里会脸红？”兰若若抬脚就要踢过去，兰东晓迅速地往战维身后一躲，故意对战维说道：“战维，你看我妹妹厉害得很。”话没说2句，抬脚就要踢我，我可是他亲大哥，你呀小心点哦，谁知道他以后会不会嫁？抱你。兰东晓。兰若若的脸更红了。战维很认真的道：“我不会给若若家暴我的机会的，因为我能包容她的一切，不管她是好脾气还是坏脾气，我都能包容她。我爱她，就连她的优点缺点一并爱了。况且在我眼里，若若几乎没有缺点。”兰东晓故意抖了抖，说道：“猝不及防的被你们喂了一嘴的狗粮。”他哥们般的一手搭在战维的肩膀上：“有你这几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”他这个准大舅哥是很欣赏战维的，没有他在背后推波助澜，这2个人也没那么快就走到一起。他早就看出战维对他妹妹不一样，妹妹对战维也不一样，2个人斗得的时间长了，一直没有发现这一点而已。经他稍微点拔一下，2个人就看清了各自的心。真好，他不用花费一兵一卒就少了杨太这个劲敌。
杨泰的老总都成了他蓝家的女婿，他的妹夫。战维怎么可能还跟他们蓝氏集团对着干呀？少一个敌人还是劲敌，对蓝东晓来说是天大的好事。爷爷，爸，我们回来了。蓝若若走过去，又看了一下棋盘，他笑：爷爷，你都输了，就不用挣扎了。你个丫头，一回来就说爷爷输了，爷爷还能挣扎一下的。老爷子不服气地道。战维放下了2个行李箱，也过来恭敬地向2位长辈问好，然后也瞧了一下棋盘上的格局，说道：爷爷有点心不在焉吧？这局的确是无法挽回，输定了。老爷子立即对儿子说道：不下了，不下了。我孙女回来，我欢喜，心乱了，输给你1盘。蓝父笑道：我跟爸下了1下午的棋，我才赢了2盘，爸还是很厉害的。父子俩收起了棋，热情地招呼着战维坐下。战维坐下之前，先去厨房里和蓝太太打招呼，问蓝太太需要他帮忙吗？不用，阿姨都做好了。战维，你去跟他们说可以吃饭了，洗手吃饭吧，尝尝阿姨亲自烧的菜。战维是帮不上忙了，不过战维有这个心。蓝太太对这个准女婿是越发的满意了，在悠悠山庄住了几天。他夫妻俩是住在战家2房那边，跟战维的父母很谈得来，也知道了战维很多事情。战维的父母呀，可以说是卖儿子第1名，儿子的什么事都告诉了蓝太太夫妻俩，那是未来亲家让他们更了解战维，好放心的将若若交给战维，战维一定能给若若幸福的。为人父母的，不就是图着儿女都能过上幸福的日子？蓝太太想到夫妻俩对1双儿女的关心度不够，年轻时夫妻俩都忙着生意上的事，没有时间陪伴2个孩子，也不怎么管他们。2个孩子是跟在公婆身边长大的，孩子长大后都很优秀，更不用他们做父母的操心了。蓝太太不得不承认，他夫妻俩为人父母是很失职的，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。一家人和乐融融地用完了晚餐，战维便陪着老爷子聊天，蓝太太让女儿陪着他出去散散步。母女俩出了屋，蓝太太扭头看着女儿，说道：若若，你能像别人的女儿那样亲热地挽着妈妈的手臂吗？蓝若若有点迟疑，不过最后还是挽上了母亲的手臂。母女俩鲜少会有这么亲昵的动作。若若，你和你哥会不会怪爸爸妈妈？蓝太太温声问道。怪爸爸妈妈做什么？蓝若若反问。爸爸妈妈又没有做过伤害我兄妹俩的事。蓝太太边走边叹气，一直以来爸妈都疏忽了你兄妹俩，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。蓝若若沉默了好一会儿后说道：我能理解爸妈年轻时的不容易，打理公司的确很忙，我和大哥接管家族生意后也是忙得脚不沾地的。像我们这种家庭的孩子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？爸妈还是很疼爱你们的。蓝若若笑了笑说道：妈，我们知道，我和我哥又不怪你们。妈，你想和我说什么可以直说无妨，咱们是亲生的母女俩，没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，不必拐弯抹角。蓝太太笑：你这孩子行，那妈就直说了，你和战维什么时候结婚？妈觉得你们俩感情稳定了，他家里的情况爸妈也去了解清楚，是个好门庭。若若，你们俩早点结婚吧，过了年你都30岁了，赶在30岁之前将自己嫁出去。蓝若若，妈，我和战维这才确定了恋爱关系，还没有好好的约会，享受甜蜜的恋爱过程呢。你还担心战维会飞吗？放心吧，他以后会是你的女婿的，跑不掉的。他抓住了就不会放手，除非战维主动放开他的手。就算我30岁了还没有嫁又如何？我很老了吗？妈，我的心态还是18岁，我一点都不老。蓝太太失笑：妈不是那个意思，不过咱们女人呀，
过了30岁，是无法和10几20岁比的了。以前你没有真正喜欢的男人，妈不说你，现在有了真正喜欢的，你们郎有情妹有意，结婚也是水到渠成的事。